你们知道吗？一部戏从开机到杀青只用了8天。没错，8天。翟一莹和一航这对第一次搭档的新人 CP， 就是用这样的速度交出了《又吻骄阳》这部戏的答卷。7月6号开机，7月13号杀青，中间隔了整整1个星期，1天都没多。有人说这是短剧行业的正常节奏，也有人说这速度背后藏着不少值得琢磨的东西。先说说翟一莹，这个名字在短剧圈子里其实不算陌生了。他毕业于上海立达学院，早些年也拍过古装仙侠剧，还演过带一点动作元素的电影。但真正让他被更多人认识的是这几年密集接拍的短剧作品，从 BOSS 爱上鸟到七世吉祥，再到去年的乘风破浪的婚姻，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他换一个搭档，换一个身份出现在新剧里。今年5月，他甚至还去参加了一档真人秀节目，叫《短剧 X 家族》。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不只是在演戏了，他本身正在成为短剧这个行业里一个被观察、被讨论的符号。而这一次，他的搭档换成了一航。关于这位男演员的详细履历，目前公开资料还比较少，需进一步核实。但从《又吻骄阳》官宣的信息来看，这是2人的第一次合作。翟一莹在剧里演的角色叫南昭，一航演的角色叫晋瑶。光看这2个名字，就已经带着一股古典言情剧的既视感，一个与 quote 昭与 quote 字，一个与 quote 耀与 quote 字，都是跟光有关的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部戏或许围绕着2个身份悬殊、命运交织的人物展开。当然，具体剧情走向，官方还没有释出更多细节，需进一步核实。但你们发现没有，8天拍完一部戏，这个速度放在整个影视行业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电视剧1集的拍摄周期可能都不止8天，可短剧不一样，短剧讲究的就是快、准、狠，快速立项，快速开机，快速杀青，再快速上线，抢占观众的注意力。这也是为什么短剧演员往往会给人一种与 quote 尬戏与 quote 的印象。翟一莹自己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几个月里，他几乎是一部戏接着一部戏的拍，搭档换了一个又一个。有人调侃说，翟一莹的合作男主名单都快可以单独出一份榜单了。但换个角度想，这恰恰说明了他在这个圈子里的位置。制作方愿意持续找他合作，说明他的观众缘和话题度是被市场认可的。8天能拍完，也从侧面说明他跟团队之间的配合已经相当熟练，不需要太多磨合时间。那一航这边呢？作为跟翟一莹的首次合作，8天的拍摄周期对他来说会不会是一种挑战？2个人之前没有对过戏，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角色之间应有的默契和张力，说实话并不容易。但从杀青当天释出的消息来看，双方的合作氛围似乎相当融洽。官方用了与 quote 合作愉快与 quote 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次拍摄。至于片场具体发生了什么，2人私下相处模式如何，目前还没有更多花絮流出，需进一步核实。如果你也觉得8天拍完一部戏这个速度不简单，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说回到剧情本身，又吻骄阳这个剧名与 quote 又吻与 quote 2个字已经暗示了这部戏大概率是甜宠向的定位，再加上与 quote 骄阳与 quote 这个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种热烈、直白、带点侵略性的爱情表达方式。如果按照短剧市场这2年的流行趋势来看，这种与 quote 强攻弱受与 quote 或者与 quote 双向奔赴与 quote 的甜宠设定，往往是最容易引发观众共鸣，也最容易冲上热搜的题材。值得一提的是，短剧市场这2年的竞争其实已经卷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样是甜宠题材，观众的审美在不断提高，光靠颜值已经不够了，剧情的反转节奏，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才是决定一部戏能不能爆的关键。翟一莹能在这个赛道上持续拿到资源，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论，高频输出，快速试错，用数量去筛选出真正能打的作品和 CP 组合。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翟一莹和一航这对新搭档能不能磕出真正的 CP 感？其实回过头来看，这次又吻骄阳的杀青，如果只是把它当做一条普通的开机杀青动态来看，
或许真的会错过它背后更值得讨论的意义。它不仅仅代表一部短剧顺利完成拍摄，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整个短剧行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如今影视行业真正的竞争力。首先，短剧行业的拍摄速度正在重新定义敬业这两个字。过去，一部电视剧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完成拍摄，演员有足够的时间去熟悉角色，反复打磨表演。而如今，7、8天完成一整部作品，已经逐渐成为行业常态。如此高强度、高节奏的工作模式，对演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他们不仅要快速进入角色，还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大量情绪转换和高密度拍摄。从清晨到深夜，从一场哭戏切换到下一场甜蜜戏份，几乎没有调整和休息的时间。观众看到的可能只是10几分钟的成片，却很难想象演员背后付出的体力、专注力和专业能力。真正的敬业，或许已经不只是认真演戏，而是在极限节奏下依然保持稳定的表演质量。第二点，翟一莹近1年来持续不断地出现在观众视野，也折射出另一种新的成功路径。她的关注度并不是依靠某一部现象级爆款一夜爆红，而是通过一部接一部作品不断累积观众缘，不断提升曝光度和市场认可度。在如今内容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持续输出优质作品比短暂爆红更难，也更考验演员的稳定性。一次成功可能需要运气，但持续成功依靠的一定是实力、职业态度以及团队的长期规划。这种高频输出、稳步积累的发展方式，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短剧演员成长的新模式。第三点，也是最容易被观众忽略，却最值得尊重的一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对于又稳骄阳的主演来说，他们从陌生到合作，整个过程可能只有短短8天。然而就在这几天里，他们必须迅速建立人物关系，培养角色之间的情感连接，让观众相信他们是真正相爱的2个人。爱情戏最难演，因为它骗不了观众。眼神里的信任、互动中的默契、情绪上的递进，都需要演员依靠专业能力去完成，而不是依赖漫长时间培养感情。当观众因为一场对视、一句对白、一个拥抱而被打动时，背后其实是演员无数次配合、理解和调整的结果。这种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情感塑造的职业素养，也许比剧情本身更值得掌声。事实上，又稳骄阳的7天杀青热度迅速破亿，真正引发讨论的从来不只是数字，而是它让更多人看到了短剧行业真实而高效的运作模式。有人看到的是速度，有人看到的是流量，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群幕后工作人员和演员在有限时间里共同完成一部作品所付出的努力。每一次顺利杀青，都是导演、摄影、灯光、服化道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默契协作的结果，也是演员不断突破自己、适应行业变化的缩影。未来又稳骄阳正式播出后，它究竟能否延续目前的话题热度，是否还能凭借剧情和演员表现赢得更多观众认可，我们还需要等待市场给出最终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用一次高效率的拍摄和一次备受关注的杀青，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短剧行业的发展，也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这个正在快速成长的新赛道。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对于又稳骄阳的后续播出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如果你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期待，或者你认为7、8天拍完一部剧究竟是行业进步还是一种挑战，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一起聊聊。我们下期再见。